17号之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拜登跟泽连斯基基调上不大一样。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在乌克兰的总统当然是希望让整个情势降温不要有任何的挑衅来产生但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这边虽然很多的一些对外的资讯会说他们不一定他们也没有意愿来动武，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说这个都是美国挑起的那某种程度来说，俄罗斯集结了，包含我们看到去调动血浆去做调动一些后勤的一些补给的部分。有人说这就是准战争前的一些准备所以让我们这个雾里看花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部分是我们可以请教一下陈老师到底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的状况是如何？这次的乌克兰危机牵涉面很广，相当复杂。那我想尽量把经过分析之后的画面做一个比较清晰简洁的介绍。那么当中能够比较生动的地方我尽量就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说明。自从2014年俄罗斯策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族独立，然后派兵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若干重要地带之后，过去几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一直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陈兵对峙，但是并没有爆发进一步的军事冲突。但是去年11月以来，10万俄罗斯军队大量的坦克和火炮一直部署在乌克兰东部这个边界线上，那么显示出来随时可能进攻乌克兰。那么为什么普京好像要发动战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31号有一个分析，他说普京执政20年来一直想把乌克兰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实现他的一个叫做大俄罗斯梦想。但是呢，过去几年来，乌克兰这个同属于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却越来越靠近西方，而且希望加入欧盟和北约。那如果乌克兰最后成功的加入了北约，不但普京的大俄罗斯梦想从此破灭，而且北约的防务区即将延伸到俄罗斯东南部平坦的大平原上了，会让俄罗斯非常难受。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普京最后是决定趁着冬季用军事压力逼迫欧盟和北约让步。那么他提出的2个条件，一个就是要西方国家承诺北约不能接纳乌克兰，第2个条件是北约的军事力量必须退回到美苏冷战时结束时候那个1991年以前的防线，也就是要放弃对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原来的东欧国家的安全承诺。那么简单来看呢，普京的策略就是用军事威胁做后盾，试图逼北约让步，然后让北约来出卖他1997年以后新加入的中欧、东欧新成员国的安全利益。那么普京现在是要求北约的部队要从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撤出，还有以后不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导弹。那乌克兰呢？现在它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它是一个北约的所谓伙伴国。这伙伴国的含义是说呢，北约内部有共识，未来某个时间，乌克兰可能会被允许加入北约。那么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对俄罗斯让步。那么北约坚持说呢，乌克兰是不是要加入欧盟或者北约是它的主权，俄国无权决定。那北约同时也表示，他不会放弃对北约成员国的安全保护。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乌克兰的国内情况。乌克兰的国内情况呢，和俄罗斯差不多的，它不是中欧那几个捷克、波兰、匈牙利或者是波罗的海3个国家那样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乌克兰呢，和不少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一样，他们的所谓民主化都是被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操纵的。那么这些精英呢，都把乌克兰变成一个乌烟瘴气的国家，官员是普遍的长期的贪污腐败，那么捞到钱就移民外国，那民众呢是因为经济落后而生活艰难。我个人没有去过乌克兰，但是曾经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帮过一个乌克兰人，因此从他那里也听到了一些我听上去和我在俄罗斯听到的差不多的故事。
当时这个乌克兰人呢是以旅游签证到德国，然后留下了非法打工，等到被德国查出来以后呢，就被送到法兰克福机场。但他不懂德文，也不懂英文，虽然他有机票回他在乌克兰那个故乡叫哈尔科夫，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在法兰克福机场转航站大楼，然后找他的航班，所以急着在机场候机室里头哇哇大哭。那么像在候机室就打电话向乌克兰的亲友求救。那我在候机室呢，他跑到美国航班的候机室去了。我在我的候机室听到他大声用俄文和他的亲友讲他的困境，然后我就上去帮了他一下，引导他到这个另一个航站大楼的乌克兰航空公司的柜台。那么那边的德国的柜员呢会讲俄文。那么在送他去乌克兰航空公司的柜台期间，这个路上呢，他讲了一大堆家乡生活如何困难啊，他只能到德国去洗盘子、打餐馆工，挣点钱呢，让家里人能吃上一点平常买不起的肉。他讲的这些话，当时对我来讲是一点都不惊讶。这时间点呢是1995年，因为我那时候刚刚离开俄罗斯，准备回美国。那么同样的故事，我在俄国是天天都听到。但因此我也发现一点，就是不少乌克兰人啊，因为乌克兰靠近德国，所以对德国有好感，也希望能到德国去谋生。这一点呢是俄罗斯人不会考虑的。那么我这里讲的刚才只是很平常的小事。那乌克兰最不平常的事情呢，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总统泽连斯基，他的故事非常有趣的。下面我就讲一下他的故事。那么通过他的故事呢，也能帮助观众们多少了解一点乌克兰。现在的这位乌克兰总统叫做Volodymyr Zelensky，他原来是一位喜剧演员，靠什么出名呢？靠演总统演出名了。然后他就演着演着演成真总统了，就他可以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从舞台上演总统，然后就直接走进总统办公室，坐到总统座位上的人。那从他的当选过程呢，我们也就可以大致的了解乌克兰的政治状况。2016年的时候，乌克兰播了一部叫热门的政治讽刺剧，译成中文叫《人民公仆》，俄文是 Sluga Naroda。人民公仆这4个字，我想大陆人都很清楚，一天到晚共产党在讲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当然我们很清楚，那骗人的。那么这部40多集的电视剧是俄文的，因为现在乌克兰呢仍然讲俄文，也讲乌克兰文，两种有差异，但是发音还是相像的。那这部电视剧讲的是呢，是民主化将近30年之后的乌克兰腐败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这个剧中呢有一个为人正直的中学历史老师，就是由现在这个总统泽连斯基扮演的。他是在电视剧里头，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乌克兰这个国家机器的腐败，然后被喜欢他观点的学生呢录作视频，就放在互联网上，一下子他成了网红了。然后呢，这位中学历史老师就居然被民众推选出来参选总统，而且是一举当选。这我讲到现在为止都是剧情哈。那这个剧的重点是呢，他当选以后，因为拒绝腐败，结果在政坛上举步维艰，而且差一点被腐败势力谋杀掉。那么这部戏40多集的第1季播完了，第2季呢开始上演，没多久啊，扮演剧中总统的这位乌克兰著名的喜剧主持人，他的个人命运就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性转折，一切都弄假成真了。因为他在电视剧粉丝们的拥戴下，这个演员就真的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而且真的当选了。那么我是讲俄语的，也曾经在俄罗斯的企业做过问卷调查，研究俄罗斯这个私有化过程当中工人和经理之间那个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对俄罗斯的社会比较了解。所以我看这部俄语电视剧的时候，我是不仅能够理解这个剧中人物对话当中的隐含意思，而且可以透过剧情对这个社会动态产生共鸣。所以我对乌克兰人的处境从电视剧也能了解到。那么就像一个中国人去看中国的反腐剧，总能够一举反三一样。
那泽连斯基当总统了，从舞台上就走进总统的这个办公室了，但他从来没有从政经历，在议会里也没有自己的议会党团来支持他。他的竞选团队是什么呢？就是他主演这部电视剧的工作室。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乌克兰选民对他的支持。他们用选票把上届总统赶下台，让泽连斯基取而代之。泽连斯基能当选，就是因为他拥有他的其他的竞选对手没有的政治本钱，那就是他大多数选民对泽连斯基在这部电视剧里头的信任和喜爱。那这种广泛的民意支持，就是来自于他在反腐电视剧当中扮演的这个总统角色，大家宁肯把他当成真的。所以这位在电视剧中呢，这位被总统他是被自己的腐败的官僚，还有他家里的亲属也都喜欢腐败，被他们包围在一起，非常困窘。最后呢，他还是坚决不向腐败低头。比方讲，他那个身为工人的父亲，想借，这是我讲的还是剧中想借这个总统儿子的地位获得种种个人好处。那么这个新选的总统呢，宁肯从自己家里搬到办公室来住，变得六亲不认。那么就是这部电视剧铺就了泽连斯基的这个总统之路，当选了真总统。那么也因为电视剧真实反映了现实，所以戏里的反腐总统就让选民对他充满期望，他也就得到机会登上了真的政治舞台。这个电视剧当中，泽连斯基演总统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总统竞选，他有一段精彩的台词，我这里念一下，你们能听懂它里面的意思。他是这样台词，他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胖胖的、脸蛋红扑扑的七斤城的小孩，这么一个小孩怎么就变成一个100多斤的油嘴滑舌的家伙了呢？我们正直的乌克兰人一点一点的变成了和自己爸爸一样的人，你们觉得他们还有一点良知没丢掉吗？并不是，全部丢了。这就是剧中的泽连斯基打动乌克兰观众的心的一些话。那么就像在俄国还有其他多数原共产党国家一样，民主化之后的乌克兰，历任民选官员和政治家和腐败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最后对腐败厌恶至极的乌克兰民众呢，对披着民主派政党的形形色色的新老政客都说不，要求换一个反腐败的总统。那么泽连斯基是上任以后很努力在履行他的职责，但是他改变不了乌克兰经济凋敝的局面。由于就业机会少，很多乌克兰人呢都把希望寄托在到欧盟国家去打工挣钱，但是他们不是欧盟成员国，所以拿到签证很不容易。因此泽连斯基呢就一直希望能够让欧盟接受乌克兰成为成员国，但是欧盟对接受乌克兰的意愿呢不是很高。那么泽连斯基也因此也遇到了来自普京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就是他想加入欧盟。普京并不是对泽连斯基个人不满，他们个人关系还可以，但是呢，普京想抓住泽连斯基这个乌克兰总统想加入欧盟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机会，去讹诈欧盟和北约。这就是这次乌克兰危机的由来。那讲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普京选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来制造军事危机？答案是2个。第一个，普京的军事威胁用的还是2战时期的传统的坦克部队和步兵，用这些部队来发动攻击。那么冬季的乌克兰地面冻得很硬，很方便坦克行动。那么第2个原因就是欧盟的领头国德国严重的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那么冬季的德国尤其软弱，他就不会支持乌克兰，这样的话欧盟也就没有办法有力的支持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去讹诈欧盟效果最好。